科学家总是推翻科学。那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呢？自然篇：太阳磁球的动态上。本篇内容，这是说破地球所有灾情的根源。此况是我去参与阴间地府处、阴府大本营、太阳、飞碟、外星人，他们在执行公务的运作法，我才了然。地球时常发生地震、台风、海啸、龙卷风、火山爆发、森林大火、瘟疫、干旱等灾情的真正内幕。我所有考记录的实情，用以警惕民间，真正在损害宇宙地球的凶手是谁，让大家一起来预知与防治。得知的过程，就从我灵魂出窍，去当地阴间地府处，搭乘来接驳的小飞碟，前往阴府大本营，去经过阴府的水银晶体之辐射池，作为炮缠粘成结晶软皮体之后，再去搭乘飞碟而进入太阳磁球里面。我所经历的实况，就以简单的素描图示来讲解。此图示，这是专门往来阴间地府处、阴府大本营、太阳磁球之间接驳使用的小型飞碟之其中一种。它是阴府执行者出入的运输交通工具。飞碟的引擎是使用高压电掣，直接充补宇宙的电流在飞行，也是靠着电磁波在导航方向。这种宇宙的电流值不怕气压阻碍，直接可钻入水界，再穿越进入沼泥界的阴府大本营。飞碟的外壳是瓷土，这是运用冷热压缩去提炼而烧制成的瓷器。这比民间所见的瓷器还要更硬，这就是它不怕气压及高压电的因素。此类型帽形碟状的飞碟，是在天下民间最常被人类目击的一种。接续，先简介太阳的内幕。这是太阳外壳与内部构造的大概图示。此外壳布满气孔，为吸收二氧化碳及排放磁流能量、太阳能的通道口。就是靠着太阳外壳旋转的运作，在吸收天下民间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进入太阳内部第二层提炼处。此太阳内部，这是一个特别符界区，其构型为两层式，里面是靠磁流电子波吸附的固定体，但是太阳外壳是靠吸磁的空心体在转动而已。再续，在太阳内部工作的外星人，就是太阳星君，而他们在修行工作所用的工具，一律是民间所见的钻石及金刚石之类。这是他们在制造飞碟或修补太阳机器的切割工具。尤其太阳内部洞天别致，就是一缕光芒，无暗处，都是白色透明的磁流物体及制造成品的透明钻石器所反射的光线。另提示，其实宇宙整个天体的运作是由5颗太阳在轮班运行。当我们看见1颗太阳在天空运作时，还有4颗在我们居住的地皮下排放沼泥岩流磁及修补气压支柱。太阳实况运作的过程，我就是搭乘飞碟而进入太阳磁球里面，随着太阳环绕地球的路径。首先所知之景，此图示，这是宇宙地球的内外构造图。图内所画的直虚线，是天地5界所有灵异生态的轨道。此线上是各个不一的磁值，为浮平地皮处。注解：阴府所定义的地球，和民间所说的地球是不同的。民间科学说的地球，其实只是天地5界中的第3界，因为平面的圆形大地，非球体。而阴府所定义的地球，则是整个天地5界，包含日月界、风云灵界、海底浮岛界、水界、沼泥界的宇宙地球球体。这两者的差距，也是当初阴府传达给民间人类宇宙地球的观念时，被后人误解，扭曲了真正的地球全貌。点醒：图示外层的圈状为地球的内外壳，也称护罩的辐射物体。它的容量是无法估计
也不必探讨。这是溶物体的融化处，包括宇宙的太阳磁球或飞碟都无法穿越。若是太阳或飞碟穿越，也照常融化毁灭掉。这是有距离的固定程式轨道。提示：民间有时发生飞机或船只航行到不明原因失踪，有的就是去触碰到此护照的辐射物体而熔毁所致。前述宇宙地球，这是盘古太阳开天以来就固定存在的事，根本是无法有历史的定数之处。接续，太阳绕着天体的情形。此图示，这是宇宙地球内最高的浮萍区域，第一界的日月界。图中的内圈虚线是磁流导电质体的轨道，也就是吸引太阳运转环绕的路径。此为太阳日常的动态。真相，实际上是太阳绕着宇宙地球在运转，不是民间科学家所谓的地球绕着太阳公转，而且地球也不会自转，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太阳每天绕转地球运行，日夜不停地整修天下民间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来吸收提炼，产生宇宙的磁流能量，也就是太阳能和天地之间的氧气。前文所述，有5颗太阳在运行，但是每次仅有1颗随着磁流导电质体的轨道，在天体运作，吸收提炼二氧化碳，而且运行至沼泥界排放废料物时，另1颗太阳就会轮班接着磁流导电质体的轨道运转而出。再提示，太阳绕着宇宙地球运转，是从沼泥界而出，在民间的美国区域处为出口，算是从东而上，然后再往民间的日本区域处为进入沼泥界的入口，算是由西而下。此景就是太阳从沼泥界升起，由东向西的绕转，且配合风云临界，开启黑云板块的作业，才会产生有世界各国的每日之景。也就是黑云板块开启之处为白天，未开之处为黑夜，而有世界各国昼夜之时差。接续，太阳燃烧的工作场。此图示，这是太阳绕着最高境界的浮萍区域日月界，为提炼宇宙的二氧化碳，燃烧排放垃圾团的工地处。就是太阳在提炼民间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它在燃烧，筛选最好的磁流质吸收运用，所产生的杂质就缠黏在外壳燃烧，让它自然硬化去成为石灰团。此处的燃烧高温也是第3界最重要的温度调节来源。此物，这是含有多量辐射的毒素，而时常在燃烧，为吸缠在高空漂浮的垃圾团。此物就是民间有时所见，称为彗星的景象。它确实是燃烧的垃圾团。此高空漂浮的用处，它就是在等堆积多量时，太阳星君它们就会运用飞碟去带动，将它脱离，降落在沼泥界，去侵蚀辐射的毒素。这是要长期的等待氧化，去除干净后，太阳星君它们就会再度把它推上民间当岛屿。这就是民间的地皮之根源。顺带说明此类工作的飞碟形式。此图示，这类飞碟是专门在日月界靠近太阳外壳在执行工作的飞碟形式之其中一种，就是专门在清理太阳外壳的杂物及脱离太阳所燃烧后的垃圾团。此飞碟的出入口是在顶端，底盘下方有飞碟起飞及降落的喷气孔。飞碟机身闪烁的灯火是钻石雷射光，外壳有多处喷气孔，是用以高压气流吹除太阳外壳杂物。飞碟的外观都是坑疤不平，这是在清理杂物及脱离垃圾团时，必定多少都会发生擦撞所致。这也是太阳星君他们在沼泥界制造或修补飞碟的工作之一。而且太阳星君还有自行设计、装饰飞碟外观的权利。至于此类型的飞碟大小不一定，是垃圾团的体积而出动，
有时是数架飞碟一起作业，有时一架飞碟就大如球场。这也是天下民间的人类偶尔看到天空有飞碟集体出现的景象。此况惊险的来临。前述，这种太阳在提炼磁流燃烧的工作场，也是我们民间人类最好奇、感到神秘的宇宙太空。但是，此为高温燃烧一片火海的界区，只有太阳和飞碟能进入而已。民间人类的科技绝对无法进入探索。有些人类运用科技，空想能探索宇宙，但人类的科技仅能到达风云灵界与第三界的交接处。人类说好听是进入研究与探索，其实是当小偷的行为，这是违反界规，确实是制造宇宙大自然的伤害。最严重的是，就是有一些科技者时常使用探测器去撞击燃烧解体后的垃圾团，即民间所谓的陨石或行星，当做太空实验，也摧毁了部分的天体，导致大量超高温的细菌散落人类居住的大地。此超高温的细菌飘落天下民间所有各个不一定的区域处，而被摧毁散落的细菌要等3个月的时间，才会随着气压降落到民间。尤其这种超高温的细菌降落某区域，有时恰好是正在换季的时段，必定会产生气压的推动力，而待细菌随气流穿梭，降落当时换季的区域之处。这就是造成民间有瘟疫的灾情之根源。所以，若是超高温的细菌往哪里区域的高空产生，那就可预知哪个区域是恰好正在换季的时段，这绝对会发生瘟疫的灾情。这是由人类居住的大地算法，就是从东南西北顺绕的气流，穿越隔空的氧气与温度，而降落细菌。前述3个月的算法，这是宇宙地球内天地5界有5层，但是其中沼泥界只是水土交配产生沼泥，此界没有气压，所以宇宙地球内只有4层不同气压在轮转变换之动态，就是太阳外壳自转产生不同强度的气流，配合黑云板块开启投射日月界的光热强度，及黑云板块遮蔽日月界的温度调整，而形成春夏秋冬4季。这是民间1年为12个月，除以4层不同的气压，等于3个月为1季。另补充一种受灾害的问题，就是有些区域之间时常交战，或某些区域在试爆类似毒菌弹等引爆的情形，此类确实会造成周遭区域而有时惹来莫名的灾祸。此因，若是爆炸产生的辐射菌及巨大能量之毒质，这也是隔空的停留物，有时恰好正在换季的时段，它就会随气流穿梭，而降落换季的区域之处，引发瘟疫的灾情。顺带说明，春夏秋冬4季轮转变化的操控内幕。此画面，这是天地5界的第2界风云灵界，此界的工作者是风云道者，他们是我们人类的上司，而人类生前有付出士农工商及本分职责，且品德良好，死后的灵魂就能进入阴府受审，录取当第2界的灵界工作者。民间季节、气候与灾情的操纵者，风云道者。被录取为风云道者的第2界灵界工作者，会先重回自躯的阴间地府处，领回当初投胎前寄存在当地阴间地府处的记忆档案，等待要去风云灵界上的灵界考场，修考更崇高的果位。重点在民间农历5月期间，风云灵界就会开启八卦门，目的是要迎接这些被审核过的修行良好者，进入第2界风云灵界考修场。这是全世界各地都同样会有的执行法。进入第2界灵界考场工作修考的风云道者，就是负责在监控第3界的情势，随时规划处置，
配合上司太阳星君的作业，适时管教第三界人类的不轨。这也是产生民间有灾情发生的原因之一。例如，菲律宾的海燕台风、日本的3.11大地震，都是当地区域政府所为的处事，是过分违反天理，才导致此灾情。他们的职责就是执行天下民间所有人类的日常生活生死路，管理度畜生者，以及执行操纵地球的气候、季节的变化。就是风云道者在风云灵界以移动八卦板块、黑云板块所执行的气候变化。此界确实是人在做，天在看的事实写照。重点，若是他们违反阴府灵界法规的执行法，而擅自显灵接触人类或私自帮忙人类，也是要沦落民间，投胎当人类或畜生重修考。由此可知，民间人类绝对不会接触到真正掌管人类的上司风云道者，即使是民间阴阳界的度畜生者，也不会违反界规让人类接触，而会让人类感应、接触、膜拜的，绝对是不守法的阴界邪灵。阴界邪灵必须靠人类把他们当神的信奉，才能吸取人类的磁流，利用人类的躯体而躲避风云道者或度畜生者的抓击。此图示的画面，这是风云灵界上的八卦板块，为各个黑云服仪磁区的地皮面，又称为黑云板块。此板块就是风云道者他们在执行规划移动与操控天下所有区域的季节轮转。此状黑云服仪磁区的地皮面，这是服仪轨道所形成的八卦板块、黑云板块，用于随着宇宙地球内4层不同气压的轮转变化。而风云道者在规划移动八卦板块的开启或闭合，让太阳外壳自转所动气产生的气流，去经由开启或闭合的板块，来控管天下民间所有区域轮流冷或热的天气。就是这样，产生春夏秋冬4季的变化。至于黑云所遮蔽的区域，若恰值太阳动气风速迅强时，其与黑云相碰，就会冲撞大量的水分，散落天下民间地区，造成下雨的情形。这也是风云道者在风云灵界观瞻天下民间的人类修行状况，去规划黑云服仪磁区的挪移，来给予当区下雨或晴朗的气候变化。尤其有些地区人民修行不轨，例如好吃懒做、严重迷误宗教等情形，风云道者就会规划此区，给予天灾的惩罚，将黑云服仪磁区移动，造成该区大雨成灾或干旱。这是相对性的灾情，有发生大雨成灾的地区，必然另有区域发生干旱灾情，不可能世界各国同时出现下雨的气候。提醒，这是某些地区总是天灾不断的主因，其中内幕，知情者在选择居住地时就该慎重考量。接续黑云与白云的由来，前述4季的变化是由风云灵界的工作修行者风云道者控管八卦板块、黑云板块规划的。这也是世界各国会产生气候变化，如下雨、干旱、冰雹、下雪等情形的控制处。但黑云与白云的产生，这是太阳所运作的产物。就从天地5界的第4界来说起，此图示，这是宇宙第4界的水界。此界水质的氧气，也是靠着太阳日夜修行的动气而产生，也因此产生波浪的动力。宇宙造化水界的用意，就是要让太阳作为降温池。当太阳在高空吸收二氧化碳而提炼的过程，变成了透明亮光、热烘烘的火球形态，然后再绕转降落水界区域，把所提炼的物体为白色透明的静磁流质，发射汗水缠黏，合体浮流，会随着水路流动。这是自古以来，阴府就规划建设了一条通往冰山雪地处的流动水路，把汗水缠黏的静磁流质体
送到太阳出口处附近的大海，由水底开始堆积结冻，日久就会形成高耸出海面的冰山。这就是宇宙造化冰山雪地的过程，也是堆积很多冰块之处。此景，等白天太阳又开始浮转时，会产生强烈的旋风气流，这就是风的由来。其温度很高，散发至各区域，而又把那些被水缠黏住的静磁流质体之冰块慢慢吹到融化。那些白色透明的静磁流质体，大部分被顺若风化成白雾气体，漂浮在空中。此磁流物体本身具磁性，自然会吸缠成团状的形态，这就是产生白云的由来。当这些白色透明的静磁流质体漂浮升至更高于白云之上的高空，飞碟会将太阳星君所打造的吸磁空心魔球推至此高度去吸缠，造成一团白色的静磁流气球体。这就是民间各地区域季节的角度所见之月亮光芒。所以，民间科学家误以为月亮是实体星球，实际上，民间人类所见的只是静磁流质缠黏而成的静磁流气球体，本质是透明的气体。科学家只是朝着静磁流气球体的方位所见到沉落在黑云板块下漂浮的垃圾团，就将其称呼为月亮、月球，还误认为其光芒的来源是太阳光的反射。顺带一提，关于民间所见的月亮，尤其这个静磁流气球体也缠容很多水分。通常民间所有区域轮转到天色暗淡时，都会比较凉，也就是这个静磁流气球体慢慢融化，才造成民间在深夜有降露水的由来。至于在民间见到天空的月亮会有弯曲圆缺的变化，此因就是太阳再度融化静磁流气球体，将磁流质回收进入太阳体内使用的过程，而造成静磁流气球体的大小渐渐变化。民间所见月亮圆缺的情形，它会如此规律的主因，就在每隔15天，月亮累积储存的磁流足量后，太阳吸取月亮中的磁流进入太阳内提炼，再由飞碟载运分送到各地阴间地府处。此段作业时期约要10几天，所以造成月亮明显且规律的消失过程。因此，初1到15之间，静磁流质体慢慢累积吸缠在吸磁空心膜球上，在气流的影响下，白色的静磁流质体挤压集中在一侧，所以民间就看到弦月的情景。等累积到15天，磁流质已经像棉花糖，缠成一大坨圆形白亮的静磁流气球体，就是民间所看到的月圆。然后开始可以供太阳吸取，飞碟也开始载运磁流分送各地阴间地府处，所以民间就看到月亮从月圆开始逐渐缺角消失。也可说，月亮静磁流气球体就是太阳的电池，电池得先充饱电才能开始用。初1到15就是月亮这颗电池在储存磁流的过程，等到存满了就是月圆。虽然太阳会不定时的是需要而去吸取月亮的磁流，但太阳吸取的量还不至于明显让人类看得出月亮的变化。真正大量使用月亮磁流的时期，是飞碟分送磁流到各地阴间地府处的作业时期，量比较大，才会看到月亮明显且规律的圆缺变化。其实，月亮的磁流随时都有被少量的挪用，例如，飞碟有时也会去以月亮的磁流当应急充电，只是量不多，人类看不出变化。月亮每隔一段时间会被飞碟推上风云临界黑云板块上方，去维护吸磁空心膜球的磁力。还有一种固定的维修，是由飞碟去喷洗吸磁空心膜球的杂质，并且喷洒吸磁膜，以维持吸磁空心膜球的磁性。在作业的时候，原本吸缠在上面的白色静磁流质体会被飞碟强力的喷洗作业吹挤到另一侧。
所以民间某些地区看到的月亮就会出现突然消失的情形。月食，太阳日常依磁力轨道航行，需靠电力来吸引漂浮。月亮就是太阳储存磁流值的备用电池，此为电力来源必须的磁流值，也就是太阳必然日夜产动，自产磁流值电力来自行使用的程式方法。再接谈黑云与白云的由来。前述，太阳浮转产生的旋风，融化冰山静磁流质体之冰块。此被融化的静磁流体也分为两种，白色和黑灰色，在天空浮移，就是民间所见的黑云与白云。但最好的是白色磁流气体，可被太阳再度吸收入体使用。再接续，剩下的黑灰色废气磁流体，这是前文所叙的风云临界，其黑云浮移磁区的地皮面之来源。这也是天下民间所见天空的黑云。此废气磁流体也是有重量的，就是夜间露水往下沉，会囤积在半空漂浮的黑云里。而黑云囤积露水到多量时，恰值太阳动气较大、风速旋强时，若与黑云相碰，就会冲撞，一时大量的水分散落天下民间地区。这种冲撞法也是风云的阴阳触电法，才造成民间雷击闪电的现象。这也是民间突然下雨的由来。民间下雨所降的地区，也是由风云临界的风云道者所控管规划。此界的地皮面八卦板块为漂移活动的浮移性形态，所以当风云道者规划后，就会由太阳星君驾驶飞碟去将囤积多量水分的八卦板块移动，再以飞碟震动抖落水分。这也是全世界各地都有机会轮到这种突然下雨的状况。另提民间突然下冰雹及下雪这两种气候的形成由来。这是太阳在提炼磁流物时，尤其是夏天，太阳燃烧的越热，会有多量的磁流物泄出。此磁流物在高空中，就是造成飞行器在空中发生遇乱流之情形的原因。所以，当有多量磁流物卡在空中时，风云道者就会规划，将黑云板块挪移至此区，以飞碟去震动，抖落水分，让磁流缠黏水分结冻。用意是要清除辐射的毒素，掉落到民间地皮，形成下冰雹的现象。若当区的季节气温较冷，那飞碟就会直接动气，将磁流物吹散掉落，形成下雪的现象。顺带另提永昼与永夜。此图是太阳出口处和入口处周围的冰山雪地区域，为太阳的保养、维修之处。约半年的时期，太阳会在每日运行时带出沼泥界的废弃物，于是此颗需整修清理的太阳会在太阳出口处排放黑雾色的废气体，掩盖住太阳的光芒。再加上黑云板块的挪移，遮住日月界的光与热，当地必为冬季，形成太阳出口处附近的寒冷地带，会有永夜的情形。这是为了控制磁流的储存库。冰山需要一段储存期，让每日太阳排放的磁流能充分补充库存，才能稳定世界各国的气候。冰山为世界各国的冷气调节处，因此，在太阳进入水界前的入口处之冰山雪地处，也有永夜的情形。当太阳运行到太阳进入水界前的入口处之地带，因太阳在天体吸收的二氧化碳不够提炼磁流，就没有燃烧，太阳成了雾灰色的球体，直接下降进入水界。而此段时期，黑云板块必定也挪移遮住日月界的光与热，所以发生永夜的区域必定是寒冷的冬季。然而其他地区所见到的日落红红的太阳，是还在燃烧，尚未接近入口处时的情景。至于永昼的情景，这是为了调节整个人类居住大地的温度及磁流。风云临界的黑云板块会全天候开启，
并且以不同的角度和方位照射太阳出口处或太阳进入水界前的入口处之冰山，以融化冰山取得磁流。也因此，在附近的冰山雪地处，可以看见全天的白昼。太阳的出入口处本来就是太阳每日运行必经的路线。在黑云板块开启的永昼期间，太阳自太阳出口处浮出路面，会一面燃烧清理太阳，一面融化冰山的静磁流质，以产生地球的氧气，调节全世界气候。当太阳循轨道运行，离开太阳出口处区域，黑云板块开启的光芒就会取代太阳。民间各地区域看到的白天，本来就不是一颗太阳从日升到日落尽收眼底。除了某些地形以及某些时段见到的红色轮廓明显的圆形球体是太阳，而其他时段所见的大部分都是靠黑云板块所控制，来自日月界的强光与高热。人类以为眼见的太阳，其实只是日月界的投射光。随着风云临界，调整八卦板块的方向角度，如同太阳一般的运行，人类很难分辨是太阳本体还是日月界所投射的光。某些地区还曾出现3个太阳的景象，其实那都是八卦板块的挪移，投射出日月界的光。而太阳出入口处的季节、昼夜绝对是相反的，就连永昼、永夜的时期也是相反的。永昼时期，运行到要进入水界的太阳会燃烧成红红的火球，降落水界前会把所提炼的白色透明的静磁流质体部分由高空泄出，形成此处的海域也会有冰山，民间称之为南极，但量不如出口处多。因为太阳进入水界后，会航行到日本方位的水界，大量发射出磁流和水缠黏合体，成为冰山。此磁流物会顺着太阳动气的潮流，集结到太阳出口处地带附近的海域，形成冰山雪地的情景，民间称之为北极。下个单元接续太阳磁球的动态，下民间二氧化碳的重要性。欢迎持续关注、订阅并按赞我们的频道。人间小路，下期见。